光臂为飞起来。注意看，俄罗斯大力士一脸凶神恶煞的来中国参赛，出场时还呲牙咧嘴、骂骂咧咧，就连见多识广的主持人都被吓到不敢说话，甚至还当众狂言中国选手都是不堪一击的饭桶，他一拳就能撂翻3个。但是看他这如同恶虎般的眼神，现场的女观众就已经被他吓哭一半。这个凶神恶煞的猛男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大力士米哈伊尔。这一场比赛迎战他的中国选手也是一个狠人，他便是日出东方，来自于中国山东的郑昭玉。他敢打敢拼，一向以挑战强者而闻名，曾死拼过荷兰不败天王阿尔伯特·克劳斯，还曾激战过波球大弟子苏波邦。他从来不畏惧任何强敌，只要你敢来，他就敢打。好，这场重磅级别的中俄大战马上开始。我们注意看左边选手，这个真是凶神恶煞。你说他吃小孩，我都相信。没错，这是俄罗斯选手的典型特点啊，他们的面部表情啊，一般都是非常的凶狠，这也是赛前的一种心理战术啊，他想要震慑住你，所以说要摆出一副我非常恐怖的模样。好，我们注意看两名选手已经开打了，红方选手郑昭玉，而蓝方选手这个大秃瓢便是米哈伊尔。两个人刚一上来便猛烈轰炸，互不相让。俄罗斯选手的技术特点就是玩命猛攻。我们看这个米哈伊尔打得非常的猛，刚一上来便亮出了他的3板斧，再配合上他凶悍的表情这是一种心理战术，一上来就想给郑昭玉一个下马威，想唬住我们。俄罗斯上来就是猛攻啊！这一方面呢也是一种心理战，就是3板斧，所谓的下马威。其实刚才霍里菲尔先也在讲，刚才在看到他场地边的热身，包括他的走动，包括他的眼神，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式的运动员，就像恶虎一样。我们讲的咄咄逼人呢，就不过如此吧。转身边锤，看来他这个打法呢，还是确实很颇具一些的个性化的一些风格。这场比赛，俄罗斯的大力士米哈伊尔贯彻了俄罗斯选手最擅长的1回合战术。没错，就是比赛一开始打得很凶，打得很猛但是如果1个回合拿不下，那接下来的2、3回合他就会非常难受。反观郑昭玉打得很稳，不慌不忙，连续的防守反击打得很精准，也没有被对方漂亮。这是一个很细的活这还不是低扫，这是一个勾腿，主要的作用呢是破坏对方的重心。对手一旦失衡的话，可以找机会补上一个后手的重炮，那效果会更好。应该是在上肢做的不得分，但是把对方的比赛节奏进行了干扰和压制。They change the speed of the game. 漂亮。打得非常的干净。It's hard. 黑方的重拳非常的重。而且我们看出一个风格，就作为俄罗斯选手他在攻击对方时候，他打完拳之后呢，对对方的颈部有一个控制。好，双方第1回合比赛结束，打得非常的精彩。虽然说这位俄罗斯大力士的火力非常的凶狠，但郑昭玉呢，他会以柔克刚，4两拨千斤把对方每次凶猛的攻势都成功化解。但不得不讲，对方的这个火力的确是够猛。我们单看身材，哇，这个家伙就像一个洪水猛兽他的身体硬件、身体条件的确是要比我们好太多了。好，第2回合比赛开始，看一下郑昭玉接下来的精彩表现。Because they both, that punch is really heavy. Do you think maybe one shot they can knock out? Well, I think that's what he's looking for. So much.
相信老的拳迷粉丝对视频当中左边这个黑人啊肯定是不陌生了。没错，他便是曾经战胜过拳王泰森的霍利菲尔德。就连这位世界级拳王啊都亲临现场来观看本场比赛。但是他呢并不是来支持郑昭玉的，他是来支持这个米哈伊尔。包括赛前这位世界级拳王也说了啊，郑昭玉的获胜可能不足1%。说的好听一点是不足1%啊，说的不好听一点啊，他是完全不看好郑昭玉。有时候未必能打出很好的效果。我们发现有些选手打的是很轻松，可是呢，有时候效果会非常显著。这应该有什么要点呢 ？So a lot of people, they threw the really heavy punches, but they didn't get the point. So do you think that they should, getting better quality, the punch? 他有个头，出用头，对。黑方把红方逼到了这个角，而且黑方比较容易去主动进攻多一点。现在这个凶神恶煞的米哈伊尔，俄罗斯大力士明显已经没那么凶狠，没那么有劲儿了。他已经被郑昭玉以退为进、灵活的战术啊消耗掉了大部分的体能。也许对方是一个无坚不摧的坦克，但观众朋友们，没了油的坦克那也只是一堆废铁。对方给接腿，但是我们看他效果没有做出来。他刚才已经有了个抹脖，但是腿的地方没有像一个反向的一个顺的一个化解。我倒是觉得现在这个从黑方选手的这个命中率好像有所下降。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那由于在第一回合这位俄罗斯大力士啊消耗掉了大部分的体能，所以第二回合他的火力远没有第一回合那么足了。这就是一回合战术的弊端啊！如果一个回合拿不下，接下来的比赛只会越来越难打。第二回合的难啊，观众朋友们，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更难的还在第三回合。好，接下来看一下第三回合，郑昭玉该如何收拾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俄罗斯大力士。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会说呀，我们中国不是很友好吗？不是老铁和好兄弟吗？但是再好的国家也有一些败类啊，即便我们中国还有一些汉奸呢。先警告一次。是做了个提示，但是说这个甩法呢，其实对对方的这个攻势的破坏干扰还是显而易见的。think he need a knockout to win. The Russian guy. 啊，现在从霍利菲尔德先生讲，他可能就需要一个 KO 了，一个重拳的 KO， 否则的话，如果打不倒红方选手，他可能从点数上就要失败了。所以我们也说，就是形式上看呢打得很热闹，可是效果上呢，到底怎么样？我们看的是红方呢更善于利用自己的技术，掌握场上的主动权。其实从整个第二回合的整个有效击中点来讲，红方的拳应该是23-10，啊，腿是2-1，所以从这些点上来讲，现在霍利菲尔德也给出他自己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必须需要一个重拳，必须要把对方打倒。虽然说郑昭玉这个小伙非常的年轻，但观众朋友们，他的作战经验啊是非常丰富的。他挑战过很多强者，像阿尔伯特·克劳斯，包括波球的得意门生啊苏波邦，他都打过。他从来不畏惧任何强敌，所以说今天面对米哈伊尔这凶神恶煞的猛虎啊，他也是完全不惧。好，第三回合了，这个米哈伊尔竟然还有体能，他还是不断的前顶。但第三回合很明显，郑昭玉不再退了，他选择了和对方硬碰硬。在前两个回合，我们一直都是引蛇入洞啊，牵着对方走。但这一回合郑昭玉，我们看连防守都不做了，哇，这真是要和对方白刃战拼了。It's a very physical game.
the Chinese guy showed that he got heart. He got heart. 这 He back it back. 用霍里菲尔讲，中国的孩子表现出更有心计，而且他更有智谋。所以我们打比赛呢是用全部身心去打比赛。It's a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well prepared game. Yeah. So it don't go by looks. Right? 从他的解读更加说，你不要光看他块儿大啊，不能光看外表。我们有一句哲学用语叫"透过现象看本质"。对。的确，这场比赛俄罗斯大力士米哈伊尔呢是一个典型的纸老虎啊，看着挺唬人，看着挺吓人，浑身的肌肉啊，你看钢筋混凝土一般。但真上了擂台，真打起来的话啊，好像也没那么凶啊，也没那么狠。要知道，这个米哈伊尔的体重要比郑昭玉呢大了23斤呐。好，比赛结束。很可惜，这场比赛没有产生 KO， 但是场面和比赛啊，绝对是足够精彩啊，从头打到尾。现在很少有这种比赛了，因为现在很多比赛都是稳中取胜打点，但这场比赛显然相反啊，是全程在对打。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郑昭玉点数判定获得胜利，同时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这么多的观众为我加油，我特别的自豪，而且特别为我们家乡骄傲，特别感谢你们。装逼为你飞起来！锁住他，挑战起来，可以砸对手。边上，在进攻的技术上，双方有巨大的差异。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凯文米歇尔也不认输，我尽管在地面上我采用这个腿蹬的这种技术。哇！杨建平不给对方喘息段。不知道现在坐在台下的美国达官贵人们看到杨建平的表现，他们心里边是什么滋味儿？因为比赛结束之后啊，搞不好他们的裤衩都要赔光了。没办法，这就是小瞧中国人的下场。而且我们注意看米歇尔，他的右眼已经是打肿了，因为刚刚杨建平一系列的上位重力砸击呢，打得都很准啊，都很重。现在米歇尔做了一个封闭式的防守，但这个封闭呢还没那么封闭，两条腿的扣啊搭得不是很死。杨建平想要挺直上半身，想要有一个砸拳的空间。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可以说是单方面的暴打。好，不废话，比赛直接来到第二回合。哎呦，注意看，杨建平又是低扫开路，上位连续的疯狂砸拳。美国冠军米歇尔，哇，毫无招架的余地啊，根本挡不住。中华虎猛虎出笼了，还在打。但对方也很顽强啊，因为这个米歇尔呢，自出生以来他就没输过。所以说他的骨子里还是有着一股傲气啊，不愿意输给眼前的中国人，他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现在竟然被一个中国人按在地上暴打。没关系，现在只是开始，遭罪的还在后面。在上面的身上，但是对方也很聪明，利用双腿来夹住杨建平的这个躯干，采用一个地面防守技术，我不让你出拳，你这个出拳，我利用我的双手还能护住，让你打不住我。当然要比这个站立式你更容易 KO 我那种防守的难度要更大。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凯文米歇尔的这个左侧的眼部已经肿起来了。今天这个杨建平怎么打怎么有，扫，好，这时候我们看再次来到地面之后的杨建平也不再着急，他只是趴到对方的身上，慢慢的恢复自己的体能，也在消磨对方啊这个美冠军米歇尔的体能。因为这个比赛是一场持久战啊，因为长达15分钟。现在的话才第二回合啊，所以说保存一些体能，第三回合再发力也完全没问题。利用肘击的技术，现在这个凯文米歇尔只能进行这种防守，他已经完全没有力量来进行进攻了。我们现在也看到，现在这个
杨建平的教练江华也在提醒这个杨建平，防止这个凯文米歇尔来锁对方，来锁住他。漂亮！这个过肩摔，哇！不得不讲，杨建平的这个力气和他的臂力实在太恐怖了。刚刚这一摔啊，让美国人悬着的心彻底死了。还心存侥幸，认为这个美国冠军米歇尔啊还会翻盘啊，但现在情况来看，几乎是没有翻盘可能。注意看，美国冠军的整个身体被拉直了，这个角度只有挨揍的份儿，两条腿儿已经翘辫子啊，翘起来了。现在杨建平在找合适的体位和机会，想锁对方，因为现在凯文米歇尔，现在我们看到刚凯文米歇尔是利用一个3点支撑的位置，因为你不能用膝击打我的头部。好，双方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看这一回合杨建平上来呢，稍微是放缓了节奏。一方面是调整自己的状态，一方面也是给对方啊留点空间啊，让对方喘口气儿。这无异于是杀人诛心，就像小刀拉肉一般，我给你机会，给你希望，但一会儿呢又把你从天上给你打回地面，打回原形。哦，骨头顶膝，3下顶膝都很重，高边腿又命中，低扫。米歇尔很怕杨建平的低扫，因为在前2个回合呢都是被低扫，然后砍入到了地面。看到杨建平的这个地面技的主动进攻，还要欣赏到凯文米歇尔的地面的防守技。担任本场比赛的是 Steve， 断头台啊，包括3角锁的技术，但是都没有施展成功。你看，凯文米歇尔又采用这个地面防守啊，我不跟你打站立。因为我防守技术比较好，我就给你打地面的防守技，我又是用双腿锁住你的躯干，让你没有办法进攻。好，现场的裁判明里安里已经帮助美国冠军米歇尔回到站立啊很多次了。我们看米歇尔回到站立之后精神抖擞，似乎是想在最后一个回合拼上那么一拼。如果这场比赛他打输的话，我相信他退下场地之后，他的下场也会很惨。因为得罪了很多美国资本家啊，他让他们输了钱。好，小心！这个米歇尔还想尝试用腿部锁杨建平的头，但锁杨建平不好意思啊，只有杨建平锁别人，没有人锁过杨建平。一模一样的这种抱缠的技术，我制服你。这种技术和技法都发挥出来，需要你下面要发挥。我们看到场上裁判这个 Dave 说，你不要用头来创对手。刚刚现场的裁判又找了一个借口，把米歇尔美国冠军又拉回到了站立。我现在怀疑现场裁判是不是也把宝压到了这个美国冠军米歇尔的身上。双方采用的这是站立技，进行一种移动。我看他们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前2局就结束战斗，漂亮！又是一个夹劲摔啊！因为毕竟这个杨建平，他不仅练过拳击，练过这种散打啊，所以他的技术非常的全面。比赛结束了。好，这场酣畅淋漓的对决终于结束。杨建平，我个人感觉他完全是故意的啊，折磨了对方15分钟。他完全有能力可以在5分钟或者3分钟之内结束比赛。只不过想多打一会儿，让美国人见识一下我们中国人真正的实力。要不然结束的如果太快，美国人会找借口啊，说杨建平运气好。好，恭喜杨建平！结束了，这是完全吃掉。比邱建良还猛的拳王金腰带的临时拥有者何塞·鲁拉斯。对方的话是来者不善，世界级顶级悍将，而且身经百战，32岁啊，正值当打之年，巅峰时期。而吴雪松才22岁啊，双方差了10岁的一个差距。对方的话来自于墨西哥，所以说拳法相当了得。因为墨西哥呢是一个盛产拳王的地方啊，在这里的话，拳击手啊都很厉害啊，拳法相对来讲都很猛。而吴雪松截然相反，我们技术精湛，打法全面，我们的拳腿功夫啊都很好。16年呢是吴雪松呢，我觉得是他一个突然爆发的一个年份。
吴雪松还是哇，这是一个冷拳，一个后手拳，雪松有点大意了。哇，这个何塞鲁拉斯啊，真的是来者不善啊！观众朋友们，刚开局不到1分钟，便给吴雪松来了一个当头一棒，来一个读秒。这是吴雪松有点太过于大意了，因为打对方之前呢，吴雪松从来没输过，也不知道输字该怎么写。但是看吴雪松的状态还应该是没问题，因为没有眩晕，步伐还很稳。我们看这个何塞鲁拉斯啊，脚下的步伐呢是灵活多变，非常的快，而且他的臂展也很长啊。这种奔袭，对。我们看一下雪松到现在也没有特别的着急啊，还是要控制一下。何塞的这个假动作啊，做的还比较不错。对，刚才的一个后手的一个拳法击倒，就是在前手晃了一下。其实我们看这两个选手的臂展都非常的高啊。对，哇，雪松这个时候不能硬进呀。对，何塞很快啊。何塞的非常灵活，而且身体的这个姿势的改变啊，往往能够躲过雪松的非常直接的进攻。对，他的攻击路线比较多，漂亮。漂亮，漂亮！标志性的前手摆拳。吴雪松真是如狼似虎，热血澎湃，有仇当场就报了。没有错，这一下的话，何塞鲁拉斯被吴雪松击倒1次。双方目前的话是1比1打平啊，各有1次读秒，各有1次击倒。看来无论对手是哪国的精兵强将，还是世界冠军，在吴雪松的前手重拳面前，众生平等。在的拳法的攻击路线比较多，而且很刁钻呀，他这个拳法。我们看他攻击距离也很长啊，所以这个时候本身何塞的这个就中远距离奔袭都比较突然。对，然后雪松在近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防守。对。哇，第一局刚刚进行了2分钟，就双方互有1次读秒啊。雪松，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不要跟何塞做这种中远距离的这个动作的互换往返，要拉近距离做这种阵地的打法。哇，第一局非常的好，第一回合双方的比赛已经结束，打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过瘾，高手之间的过招啊，观众朋友们那真是百看不腻。今天要是武僧一龙上场的话，我估计啊，那真是全程啊，我们只能听到打肉的声音啊，没错，那只能是全程挨揍啊。那原本这个何塞鲁拉斯来中国踢馆呢，他挑战的并不是吴雪松，他挑战的是邱建良。但是吴雪松表示啊，邱建良是我的偶像啊，你和我打吧，如果你打不赢我，你就不配挑战我的偶像。原本何塞鲁拉斯只是把吴雪松啊当成一个热身赛啊，当成一个无名小卒，但是没有想到本场比赛他碰到了一个硬骨头啊，难啃的硬骨头。好，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继续。看，虽然说何塞他是有过这个 MMA 的这个打法，但是我们看他站架并不像 MMA 选手那样拉得那么开。对，但是脚底步伐还是比较灵活。雪松要拉进去啊！对，这个何塞这个前后这个左右直拳的这个距离啊，非常的长，攻击距，而且他从来不会打这种中近距离的拳法发力，都是放得很长。打完的雪松追的时候啊，这何塞的步伐转得比较活。对，他应该是研究过雪松的每次打前手摆拳的时候，其实对于自己左侧头部的空当是比较大的。是的。虽然说这个何塞有着超强的臂展和灵活的步伐啊，越来越多，实力也越来越强。而这场比赛前来挑战吴雪松的对手实力更为强悍，比上一个对手综合实力更强，他就是来自于浪漫的土耳其泰范霍斯坎。相较于上一名对手来讲，这个泰范霍斯坎啊，他的综合实力更强，他有拳法也有腿法，而且他的身高和臂展的优势啊，我们可以看到更是夸张到离谱。好，注意看，白色拳道吴雪松，黑色拳道泰范霍斯坎。从之前啊，双方啊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泰范霍斯坎他的风格比较趋向于这种防守反击，他打得比较灵活，而且报价比较稳。是过低啊，没事了。泰范霍斯坎他的腿法呢非常刁钻，而且非常突然。这个霍斯坎他的上下结合有点像不按套路出牌一样。是的，他报价很假，死死盯你眼睛，突然他的高标腿下来了，所以说不能。刚才是吴雪松的有一次击腹拳，对，不错，但要从击腹呢，再从上面打的下巴更好一些，斜上勾，正上勾。
这场比赛对手泰范霍斯坎和上一场明显是不一样了啊！他呢是一个非常擅长打内围的泰式选手，这对于吴雪松来讲的确是碰到硬骨头了啊！双方只能是硬碰硬，因为吴雪松也很擅长打内围，而且这个泰范霍斯坎，我们看他的防守很紧密啊，双手拿得很高。但吴雪松也不着急，他在慢慢的找对方的弱点。因为上一场比赛的终结，我们也看到了吴雪松的抓机会能力很强，尤其是他的前手平勾。霍斯坎的连续的重拳重腿，这是非常危险了。霍斯坎里边的反击防守反击非常快。是的，我这场一开场的比上场打的还要厉害，还要好。上一场比赛他刚开赛第一场回合呢还略有保守，他现在没有了。你看，这是刚过去多长时间？是的，泰范霍斯坎非常擅长这种假动的迷惑以及这种上下虚实的结合。小心啊，吴雪松要小心。也可能吴雪松啊，对上一回打的确实累，也可能累了一些，还是怎么着？这场比赛对于双方选手的体能还有心肺功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尤其在高原上作战。是的，这个现在霍斯坎就是他有点这什么？好了，漂亮！直接是前手的平勾，打到哇，又是前手平勾，哈哈，吴雪松的前手平勾啊，观众朋友们太恐怖了，真是应了我们赛前说的那句话啊，横扫千军，谁来谁倒，不是被 KO 啊，就是被读秒。吴雪松连续的补刀，疯狂的砸拳，晃了，泰范霍斯坎明显晃了，哇，这个铃声啊，这个铃声救了泰范霍斯坎一条小命，对方只能说他运气不错今天，但你躲得过初一，你躲不过15。第二回合双方比赛继续。进攻，吴雪松的摆拳力量是比他要大，比他要力量拳的力量要比他大。值得看泰范霍斯坎开始使用反击拳，不能小看泰范霍斯坎这种冷拳冷腿的。对啊，他是不按套路出牌的，这是你看看。刚才是吴雪松也遭受到重击。双方都在拼这种好了，结束了 ，KO， 这是完全 KO， 直接 KO。好，观众朋友们，没有问题，又是前手平勾，太强了！然后恭喜吴雪松，他一招前手平勾啊，真是让这帮老外防不胜防。说句实话，防也防不住，因为这拳太猛了。好，恭喜吴雪松连斩2名国际悍将。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哇，这种进攻我们没有见到，是第一次。因为他的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这个少林降龙罗汉亮出大力金刚腿，3腿下去，当场踢飞外国黑金刚的双腿。如此恐怖的场面，彻底看傻武僧一龙。好，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身披国旗正在出场的选手，他皮肤黝黑，人送外号黑金刚的泰国阿虎。好，这个阿虎可谓是来头不简单，他的实力在当年啊是不输波球的啊，17岁时便在泰国最大的场馆伦皮尼拿到了冠军。理论上来讲，他应该是年少成名，应该越发展越好才对啊。结果这个家伙呢是沉迷上了这个吃喝嫖赌，最主要的是他沉迷上了女色，每天挥霍无度，所以说他的钱以及他的天分都被他挥霍一空。没钱花的阿虎竟然跑到了中国，前来捞钱，前来收取保护费。今年29岁，17岁的时候就获得了伦皮尼全场105磅的金腰带，2010年获得坎普泰拳世界冠军，他就是黑金刚阿虎。没错，黑金刚阿虎来中国的各大武馆收取保护费，如果你不给我钱，那我就踢馆，我打废你的老板，打废你的教员。但这一次我只能说，黑金刚阿虎他踢馆找错了人啊，挑错了对手，他遇到了中国降龙罗汉张孝辉。张孝辉最后便在少林寺的塔沟武校练习，后来又在少林寺进修了很多年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少林武僧啊，也是被称为了降龙罗汉。本场比赛现场是人山人海，就连武僧一龙也来现场观战啊，前来助阵。好，34岁对着29岁，体重上我们稍微领先一点点啊，身高上也领先了一点点。说起收保护费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词了。可能在泰国还是很流行，他以为在中国也有这种情况，但殊不知我们中国现在是打老虎拍苍蝇，什么黑的啊、灰的都不行啊，我们通通拍死。结果啊，你个老外还想来中国耍横，那绝对忍不了。
好，比赛开始，废话少说，红方选手张孝辉，蓝方选手黑金刚阿虎。34岁了，他的对手是来自泰国的黑金刚阿虎。我们看到这个阿虎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你看他很放松啊。你对非常的有比赛经验，在泰国打过100多场比赛。这对于这个张孝辉，别看张孝辉已经34岁了，但腿法依旧是相当了得。但这只是一个开始，精彩的还在后面。很重，因为张孝辉毕竟是已经他的辉煌时期是在这90年代末期的时候练拳击的34岁啊。这场是一场无差级的哈，所以说85以上，然后就没有这个级别之分了。所以说呢，这个张孝辉的体重呢，是100公斤，所以说这个在体重的力量优势上比阿虎要有优势。这个黑金刚阿虎说：“你打吧，我能扛得住，来吧。”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河南电视台将在8月10号进行一场中泰巅峰对决。为什么叫巅峰对决了？泰拳王国球带着泰国的顶尖高手拳王来到河南电视台8号演播厅，那么一龙将率领中国勇士的战队来迎接他，迎战他。而且那场当年的黑金刚阿虎啊，的确是名声在外啊，非常的响亮。但是现在我们看他呢，整个人是萎靡不振啊，这就是纵欲过度啊，这就是花天酒地的后果。沉迷女色，这是职业运动员啊最大的忌讳啊，这破了童子功，你的体能、你的反应啊，你所有的东西都会有所下滑，这是很明显。现在这个比赛好看啊，这个低潮腿非常的重。因为他的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这个泰国选手把提膝绑手的时候都被扫倒。好，观众朋友们，裁判终止了比赛，3次砍腿，我们的哇，这一次砍腿直接踢飞起来了。没错，3次砍腿，3次击倒，黑金刚阿虎被张孝辉啊踢废了双腿，应该是踢断了啊。这就是一个踢馆者的下场，而张孝辉呢也非常讲究，把对方给扶了起来。我们呢不仅在实力上打服你，在心理上也让你彻底臣服啊，让你们这帮野蛮人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武者，有实力还有武德。我再看一下，哇哦，这一脚下去直接把武僧一龙给看傻了。哦，确实厉害，同样出自于少林寺，这实力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好，接下来这场比赛同样是经典中的经典，与张孝辉势大力沉的腿法有所不同，他的腿法变幻多端，招招致命，让人防不胜防，仅用一招蝎子摆尾，让无数外国选手甘拜下风。没错，他便是我们中国号称最强保镖啊，中南海第一保镖的张海军，又是姓张啊，张孝辉、张海军。哇，我们中国姓张的这个高手实在是多到数不过来了，感觉整个搏击界大部分的高手，我不多说啊，我感觉40%吧啊都是姓张的，而且都是高手。像现在的世界冠军张志磊啊、张伟丽，这都姓张。还有其他的那就不列举了啊，那真是数不过来呀。这场比赛是张海军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也就是退之战，而对手则是一个天才级少年周天佑。他很年轻啊，18岁，身高臂展上占据了绝对性的优势。张海军34岁了啊，34周岁，按照我们传统算法来讲，他已经35了。好，比赛开始，我们就废话少说了，看一下张海军这位传奇老将最强保镖实力如何。我们看到张海军呢，他比赛风格呢是打的是短小精悍，而且又是个高腿的摔法，太漂亮了，非常注重他这种击打效果。张海军呢，他上次在这个杭州站的比赛啊，一个蝎子摆尾，直接就把他的对手给踢飞，当场 KO。这次是不是能够如法炮制呢？因为在这场比赛啊，张海军他也只能用腿，因为他的拳受伤了。那上一场比赛他是脚受伤。但是比赛中的这个真假虚实呢，还是要使对方呢感到猝不及防。是的。张海军啊，家里兄弟他都以
陆海空三军来命名的，非常有趣。那其他兄弟啊，打拳打到一半的改行当厨师，只有他坚持到现在。哎，确实是这个我们看的是艺高人胆。中华第一保镖张海军果然是名不虚传啊！这个腿法呢，不要说对方看不懂了，我们也看不懂啊。这个后空翻再接腿法，这是什么招式啊？别着急，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啊！这个周天佑啊，他会越看越傻眼。忘记介绍了啊，这个周天佑啊，他拜了一个中国人当老师啊，学习中国武术，所以说有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叫做周天佑。但是呢，今天看起来他还是完全转身边推，对，被张海军给克制住了。哎，也要来一报还一报，到位了。张海军这位老将非常厉害。作为个性张扬啊，展现自己的非常有风格的这个技术特色，又是个转身腿，以扎实的一个技术作为一个后盾。正所谓是手眼身法步，点线面对时，再来这种平攻。还一转身让你猜我是要用腿还是用拳，这个真的是好像有点东施效颦啊，学错了。所以还要这拳打人不知啊。那其实我们这个张海军啊，他的前脚小鞭腿真的是非常漂亮，又同样的一招蝎子摆尾。好，观众朋友们，够不够强？一招蝎子摆尾让周天佑已经是跪在了地上，非常的痛苦。刚刚这脚的确是太厉害了，我们看对方呢真的是很痛苦，根本扛不住啊。主要是张海军的这招蝎子摆尾，真的就像蝎子的尾巴一样，它带毒啊，踢到之后根本忍不住啊，根本忍不了。